侯爷，菜已经备好了。其实，今日宴请侯爷，是想说，不如早日让酒楼开张。一直封馆，原本的客人恐怕会留不住。侯爷受嫡长主之命协管酒楼，若是将好好的铺子弄得关了张，也怕是不合适。上等普洱，侯爷笑纳。其实，侯爷近日的教导，我们都听进去了。只是这酒楼再关下去，怕是我们谁都捞不到好处。侯爷在户政司任职，应该知道我们行商缴纳的税银不少。如若再关门歇客，贵司的亏空多少，侯爷心里应当清楚。为长远计，推行商道，大利民生，这一点，侯爷心里明白。如今酒楼已整肃多日，若再关下去，我想主上亦不会乐见。是该开张了。但是本侯有个想法，待得酒楼重新整改之后再行开业。这些日子，你们就在家中想想菜色，不必前来应付了。侯爷，这是我们开的酒楼。正因为是你们开的酒楼，有几个客人是真心实意前来吃饭的呀？啊，这么些个女子在酒楼里头迎来送往，都成什么了？知道外头人都说成什么样了吗？传话的人嘴巴不干净，难道还要怪罪受累之人吗？那外人怎么不盯着别人，专盯你们呢？天天抛头露面，书白念了呀！侯爷明鉴，我们不是不知道流言，是不能在意。只要做事儿，就肯定会有人非议。如若只在乎他人眼光，那必定一事无成。即便是流言，能有人好奇酒楼是何模样，也算是争取客源。能不能留住顾客，才是我们的本事。老五老六纵容你们，但本侯不能不为新川的脸面着想，就这么定了。岳侯爷，新川主旨意，酒楼不再由户政司监管，可重新开业。主上旨意。新川主是何用意？岳侯爷难道还不清楚？无论是方式改革、推行货币，还是让女子外出营生，这都是为了新川的将来。我知道侯爷对女子行商颇有成见，但这酒楼在他们手中经营，却比从前好上数倍。由此看来，你我肩上能担的，他们同样也可以。停业以来，户政司已经损失了1426两税银。侯爷再这么闹下去，这方式改革可如何进行？我身为九川事务司协理，按律可就此事弹劾侯爷刚愎自用，滥怠公务。放肆！一个小辈竟敢如此以下犯上！救侯爷息怒，救侯爷息怒。这老六说的不无道理。这段时间您打着户政司的旗号这么闹，连累的不只是咱们这两家小商铺，外头行商的也跟着受牵连。他们就怕户政司下一个收编的是他们自己，所以父亲才下旨让您别管了。我不管可以，
但是你要向我赔礼道歉。我素知你平日里半杯酒都喝不下，但是你这目无尊长之事，总该有些自觉吧？晚辈方才出言不逊，还请见谅。你若真是想向我敬酒，总该要有些诚意吧？我替老六把。岳侯爷在朝上能说得上话，这口气得让他出了，要不然日后隔三差五的找茬更是麻烦。老六心里深知这一点，也不太侯爷，六少主有未及，喝不得酒，不如我来。你未经允准，擅越你夫君与我谈话，我是可以让内务厅惩戒于你的。岳侯爷大人大量。可以。水来了，侧夫人。多让人心疼啊！其他少主15、16岁的时候啊，主上就会带着他们见客，也算锻炼了酒量。咱们少主呢，爹不疼娘不爱的，所以这酒量也就……侧夫人，咱们少主心里多有数啊，他准是知道今天这酒躲不过去，还不是为了您出头吗？换个帕子。以前这些活儿都是我干，如今呐，我可就交给您了。啊，那个我去厨房，吩咐他们熬点醒酒汤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多谢。哎呀。你要是想看情了，你就去看。二哥可以欺负我，但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。你不会让他欺负我。谢谢你，以后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没胃口，你忍一忍，儿子要吃的。他要实在吃不下，就给他换一些呗。没事的，夫人，少主给的妾都爱吃。他们开府还是有好处的，都不回宫吃年夜饭了。
今晚，就算让我和父亲母亲吃了顿清静的饭，但到底冷落了你。等你生下儿子，明年赏你一起进宫，用年夜饭。还不如让他独自用膳，图个清静。方如，我不说你，你就不懂得克制了。郝家他有孕在身，我理应多陪陪他。你又在这儿夹枪带棒的说些什么呢？明日初一，就让夫人进宫去拜年吧。你身子不爽利，就留在家里歇着。不拜年不好吧？我身子没事，可以出门的。你怎么总是想着出门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大着肚子就应该在家歇着。而且，明日张神婆出关，我也派人去请，明天正好给你看看。是，才知道。我吃饱了，想出去走走。坐下。郝家，你不是今天不太高兴吗？以前啊，都是你服侍夫人用膳，今天你让她照顾你一次。啊，少主不用了，让夫人去吧，真的没。嗯。侧夫人的姐妹们又送东西进来了，这次啊还有上官郡主的份儿呢。是吗？多谢了。这是上官郡主送来的，这形状是尿布吧？有心了。对了，有侧夫人母家的信，夫人特地安排的，准您和家人通信。您现在有身孕，一定很想家里人。佳儿见字如面，闻讯知如有孕，喜不自胜，唯贵婿夫人允准通信，方有信执笔，千言万语唯思念耳，能书信往来，足见受宠，于心甚慰，务必保重自身，祝好，盼复。侧夫人怎么了？您看到信不开心吗？不，我很开心，是我母亲写的信。少主，他只关心我腹中的胎儿。但我母亲，她让我保重身体。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啊，还是个侧室。这2年，不知道她在家自己是怎么过的。侧夫人，侧夫人，您快别哭了，别太伤孩子了。我知道，但我控制不住。我的孩子，他只有我，但我没有，我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自己。侧夫人，连月来您都郁郁伤怀，本以为您看到信，心情能好些，不然让六侧夫人他们来看看您。不行。女子做生意本就不易，他们日子刚好起来，绝对不可以再去找他们。人人都过得好，只有我这样。不过就是选错路，都是报应。报应。
无尽苦涩。哎，这梅之美是郝家送的吧？他拿了不少来呢，说是回馈咱，让咱可以放在酒楼里卖，也可以自己喝。他信里还说啊，二少主待他不错，他在家里安心养胎，让咱们放心。打过他的人还能感性了不成？咱们都几次下拜帖了，10次有9次都说他见不得人，要安心静养。就见着那几回，明面上看着没什么事儿，但终究不知底细啊。二少主现在在宫中宣称自己将有长子，又到处求偏门招子。他现在满心觊觎此事，暂时不会对郝家怎样。我也觉得，郝家姐姐在心里说二少主对她无微不至，不像是撒谎的样子，就是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之后，又对她如何。静静，郝家姐姐说非常喜欢你和武少主送她尿布，咋了？那是我们做的棉裤。真行，手艺真好，烦了。9情9四，少主，太呛了。烧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叫萱草，也叫义男草。以调灵为义男之兆，都是为了儿子忍一忍。忍。少主，大事不妙，侧夫人怀的是个女儿。什么？你确定吗？千真万确。这孕妇寻萱草，如临今日坠地，就必定生男。可这铃铛，它丝毫没有坠落之意呀。那侧夫人肚子里，她就是个女儿啊。师婆，这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呢，你就这么确定吗？老身所断绝对不会有错的。少主用老身多年，他自然知道。这种占卜之术本就是荒谬至极，不能因为你一言而定吧？没用的东西。您是在担心二少主的侧夫人吧？今日又托原因送了拜帖去，被打回来了。他回信总说没事儿，可我总担心他过得不好。侧夫人，苏总管，少主知道您担心郝侧夫人，特命小人来传话，说您呐就直接去二少主府登门拜访，说何夫人叫您来的，他们府上人不敢拦您。那不会添麻烦吧？不会，少主都打点过了。想来何夫人与郝侧夫人也算感同身受，何夫人愿意帮这个忙。那我去准备。哎，小心点啊！侧夫人睡了，一看就没睡着。小薇，我可太久没见你了。你这是……哎呀，没事。我就是这孕中嘛，身子不舒服，很正常。怀了孕都这样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要哭，你便哭出来。要是憋坏了身子，可就不好了。那么多补品吃着，身子也坏不到哪儿去。我怀孕之后啊，赵芳如同意让我跟家里通信了。
你看，我母亲给我写这么多信呢，她让我保重好自己的身子。而且少主多少是知道这事儿的，但是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所以他对我也算还好啦。照顾好自己啊。二少主回来了。嘉儿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怎么了？少主，李卫难得的来看妾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现在需要静养，就不要再见外人了。略明，送客。我先走了。嘉儿，你猜怎么着？张神婆还有妙招，你还能生儿子。怎么不高兴呢？你现在可是双身子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快躺下。我陪着你。少主，都刨了半天了，你说再往下刨就刨出龙骨来了，手都要刨坏了。怎么了？不顺利？今日上朝听闻，二哥要给主上添个嫡长孙了，想来是他自己传出的消息。我看他没少在外面整那些歪路子，天天重金求子。当日在酒楼，我们就干。我们就想让郝家姐姐逃走来着，结果发现她怀了身孕，走也走不了。而少主都动手打她了，还天天把她关在屋子里，说是为郝家好，我看他就是放屁。郝家现在每日哭每日哭，哎呦，我真太后悔了，当时就应该让他不管不顾的逃走才对。动手这种事情，有一就有二。若是他真的能走，对他来讲倒是好些。他情绪起伏这么大，要不要请个太医？少主啊，您还记得我跟您讲过，何夫人生完您之后也是心绪不佳，啼哭不休，甚至把您送去了下人房间。这会不会二侧夫人和何夫人是？太医我来请。至于怎么送进去，看你了。快去。明白。站住！我府上的菜长得极好，来给你们侧夫人送一些。抱歉，侧夫人有孕，外面的东西一概不敢接，怕是影响了少主的儿子。你是不知道我和郝家姐姐的关系吗？我难道会害她？还请恕罪。这只是些菜，让人进来吧。是夫人的意思，出了什么事儿，让少主找夫人吧。是。这里隐蔽，让桶里的人出来吧。这桶里确实是有菜，但这位是我请来的太医。快去吧。姐姐，我多问一句，夫人为何愿意帮我们？侧夫人状况不好，夫人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会有损孩子的。夫人很喜欢孩子，却一直怀不上。侧夫人有了，她心里虽是在意，
但也希望母子平安。替我多谢夫人。这些果子都有籽儿，你多吃些，后边一定能生个大胖小子。少主，妾其实不喜吃酸。不，你喜欢吃。嗯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等你生完儿子，你想去哪里，我就带你去哪里。记得把这些都吃了。是。曹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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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大姐姐，曹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了？快坐下，我带太医来了。没事吧？这才几天，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那日，张神婆断定侧夫人怀的是女儿，少主很不高兴。但到底孩子未出世，便还有小头，少主便总是让张神婆送些祈求男胎的法宝香火过来。侧夫人心里烦，又不敢说，便总是自己哭。侧夫人这是孕中气郁，许多妇人受孕之后都会气血瘀滞，心思郁结，久而久之就成了这气郁之症了。这屋子太过闭塞，还燃着香，人肯定是不适的。平日里孕妇还是需要多出去走动，保持心情的愉悦。像这样整日的闷着，怕是不妥啊。有劳太医了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仰仗他人鼻息的日子是我自己选的，今天这样也是我的报应。但我的孩子不能。二少主，他知道他没有残忍，但他不得不装下去，在他父亲眼皮子底下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。难道我的孩子以后也要这样吗？而且他跟我一样是庶出，日子这么难，我可以跪着活，但是他不能。我当初想助我跑出去，我觉得我可以开始新生活，没想到，现如今，我可能这辈子都要在这座囚楼里。是不是只有100-200两，才能结束这一切？欧伟，不是，我爸爸，不是啊。今日召集大家来，是想讨论郝家离府一事。带他离府，送他出城都不难，问题是后续的安置。郝家失踪，二少主一定会怀疑到我们头上。若他来问话，
我和李薇会应付过去。但若他派人去找，季川、李薇家首当其冲，所以还需要有人提供备选的地点，保证好家的安全。本不想连累大家，可金川元英家中也不方便行动，所以恳请大家援手。若大家有不愿的，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若那老二查出什么端倪，那就说是我的主意啊。这样吧，郝家的盘缠我出了，我也出。要我说啊，干脆就咱4个都出了得了，谁怕老二啊？就是，虽然我觉得咱们不会死啊，但是万一，那大不了咱们来生再做姐妹呗。说的对。大家要知道，此事凶险，如若有人被拖下水，那郝家姐姐反而会更难受。我负责办妥此事，大家请尽量的保全自己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种事儿我怎么能袖手旁观？被丹川的百姓知道了，会给笑话我一辈子。来，这个是思思准备的盘缠和干粮，我在里面放了丹川的令牌。季川若是不安全呢，就让郝家姐姐直接去丹川宫，我姐姐肯定会替我们兜着的。别担心，银川啊，大部分田庄都是我们家的，都能让郝家姐姐住着。狡兔3窟，银川很大，找也要找好久呢。多谢大家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苏珊说：“你找我。”你先坐下吧。我想放郝家姐姐走，她太可怜了。加入2少主府之后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一个明朗的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办法坐视不管。那你想清楚了？段四方有攻击的秀女是大事儿，2少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不能连累你，你能不能写封休书给我，先把自己撇清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兔死狐悲，除了我们，没有人能救他了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但这种话不要再说。谢谢你，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已经很难了。如果再因为我出什么事儿，我会难救死的。我什么人都不用怕，有我在。
我走的这么不管不顾的，你们不会有事吧？别担心了，车上还有人等着呢。佳儿，娘，佳儿啊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娘一收到你的信啊，就紧赶慢赶的跑过来了，还好赶得上送你一程。哎呀，娘，对不起，我原本想在这二少主府立足，好好过日子，可是姨娘从家里带了车夫来，人很可靠，你就放心吧。回济川路上的东西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先去我家避避风头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小薇，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大恩大德。不谢不谢，只要你以后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好。哪怕是为了孩子呢。这个孩子我已经想好了，他的乳名就叫长乐，意思是长久的平安喜乐。等他出生之后，认你做义母可好？好，我一定当好这个义母。只是你自己要更爱自己一些，不然怎么有能力去爱其他人呢？这天大地大的，你一定会活得逍遥又自在。别哭啊！去吧。走。姨娘。哎呀，娘，这一路过来辛苦了，来，喝点水。怎么了，娘？佳儿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一离开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自打你嫁给二少主之后，这贴补娘家的可都是二少主给的赏赐啊。可是你这一走，你以后拿什么傍身呢？娘，这个你放心吧。李薇他们现在做生意做得很大，风生水起的，我以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做。哎呀，娘怎么可能不担心啊？你跟李薇她不一样，李文碧只有一个妻子。他又那么的疼爱李薇，你自己也说过，这李薇的夫君呐，对他是很好的。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他夫君有的是人帮他兜底。可是，咱们娘俩可什么都没有啊。娘的意思是希望我回去。娘怎么能不希望你好啊？可是你这一走，二少主要是问我要人，我跟你爹可怎么办呢？信川少主雷霆之怒，燕川主要是拿你爹开刀，那我们全家可就没法活了。所以千里迢迢的跑过来，不是为了送我离开。那你给我写那么多信，让我保重身体，你是想利用我？娘怎么能是利用你呢？家里这么多的庶姐妹，娘费了多少心思才把你送来新川。好在你也争气，这遇上了二少主，还怀了他的骨血。这好不容易到了这一日，你该保重自己才对。佳儿啊，娘知道。二少主他对你不好，娘也心疼。可是有他护着咱们，咱娘俩才算是有人撑腰啊。哎，这女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
这夫君就是我们的东家，这跟东家讨饭吃啊，总是很难的。忍忍吧，娘这后半辈子可就指望你了呀。少主，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你在干什么？侧夫人呢？侧夫人，侧夫人的人呢？吕明，妾给少主沏茶去了。听下人说，少主忙于政务，夜里忧思少眠，妾沏了安神茶给少主。好茶，你有身孕在身，竟还惦念着我。这些事情嘛，让下面的人去办就好了。妾总想着为少主做些什么才能安心。前阵子，妾让少主不开心了，妾是害怕这肚子里的孩子不能让少主满意。但少主放心，妾今后定将好好将养身子，听取张神婆的叮嘱，努力为少主生下长子。你呀，要是总能这么听话就好了。我也不能久留，过几日我再来看你。恭送少主。好茶。侧夫人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夫人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走了吗？我母亲说的对，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根本活不下去。况且我一介残躯，为什么要连累你呀？我跑了，少主震怒，夫人是能保得了你，但也免不了皮肉之苦。我没跑，大家也就都安然无恙了。即使我日后生下的是个女儿，我想少主也会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照拂一二吧。我母亲把我教养成今天的模样，我却也只能做金丝雀、笼中鸟，哪有什么独自生活的能力？我和二少主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。他依靠着夫人的母亲阿嫡出的身份，我连累着李卫他们和你们。我们都是无能的人，只有将死在这宅子里，才是我最终的归宿。郝家姐姐托我还给你，说是谢谢你。
是我犯傻了，原以为他母亲是来帮他的，结果听律明给我们传话的意思，反倒是被自己的母亲推了一把。郝家姐姐的母亲可能只是想郝家姐姐可以嫁入高门，庇佑他们全家人。这是个什么母亲啊？自己的女儿已经过得这么不幸了，她还强逼她忍下来。郝家与咱不同，说穿了，大家也算是在后代中成长，自有底气。但郝家是靠着察言观色活到现在。这过程里，他又经历了多少人心易变、翻脸无情，所以，他根本不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郝家姐姐从来都没有可以一直拖着他，不让他跌下去的家人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就是他的家人，咱们拖着他。夫人已经去请稳婆了，马上就来了啊！我不想生了，太疼了。稳婆来了，稳婆来了，太疼了。胎位不正，侧夫人她是孕期补得太厉害，孩子太大了，恐怕会有些麻烦。那怎么办呀？最好去请个太医，扎针止疼。太医？我这就去找夫人，求少主帮侧夫人请太医。好。快去换盆热水。尹征仗着自己是九川事务司协理，要在九川境内推行新币，竟肆无忌惮地将手伸到我户政司来了。父亲还三不五时地赞许他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让你尽快找到他的把柄。二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也实在没有办法。他经手的公务都办得妥帖，即便掺和了新币的事儿，也都过了父亲的明路，算不得僭越。尹征心机深重，谨小慎微。我手底下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，可也都找不出来他的错处。没有错处，你就不会制造一些什么错处吗？这半年来，父亲一直不满你我，觉得尹征更为进取。二哥，此计贸然动作，恐怕不是良机啊！少主，少主，侧夫人要生了。这夫人生孩子，你找我做什么？侧夫人疼得厉害，没力气了，这生不下来。稳婆说，最好给侧夫人找个太医，扎上2针，兴许能够止疼。这妇人生孩子有不疼的吗？扎针之术，焉知是否会伤及到胎儿？你让他忍一忍。是。等等，倘若当真生的是男孩，即刻来报。是。夫人，少主不允施针止疼，侧夫人状况越来越差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郝家，你给我打起精神，不许放弃。夫人留步！你们侧夫人都快生了，再不进去她会没命的，快让开！嫡长主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是谁都一样。嫡长主说了，今日谁都不能进去。给我起开！夫人，我要是死了，孩子你能不能？不能！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敢死在我家，让我沾上了晦气，那我就折磨死你的孩子，不会让他好好长大的。所以你必须给我活着，才能盯着我，明白吗？夫人，实在不行，生不下来。你先别慌，徐太医现在过不来，你知不知道他身上哪些穴位是止疼的？你现在给他布置，必须让他有力气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。小人知道是知道，可是二少主不让。够了！你要知道，在这个府上，我可是唯一的女主人。就算郝家的命，那也是我来管的。别犹豫了，下针。好，夫人，冒犯了。
家，你记着，今天无论是你还是孩子，一个都不许死。夫人。 有力！这天都黑了，怎么还是没消息？生了！侧夫人生了个女儿，太好了！豪家姐姐怎么样？侧夫人没事儿，母女平安。母女平安就好。二位，请先回去吧。少主今日心情不佳，是绝不肯让人入府的。侧夫人那边有夫人照应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哦，那劳烦您把这个平安符带给豪家姐姐吧。 刚出生的时候，他一直都哭个不停，这会儿就已经睡着了，一点都不闹了。你看，他一点都不像我，更像他父亲。没事的，就让他多跟我们在一起。时间久了，等他长大了之后，就一定会摆脱老二那些恶习的影响，对吧？ 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男人。为他生孩子，我连命差点都丢。他连十指疼针都不肯。知道是女儿后，他更是没了人影。我连一支婢女都不如。有没有想好？ 给这个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呢？小字长乐，名好月。侧夫人，要是少主知道这孩子名叫尹好月，带着你母家的姓氏，怕是会不高兴。不叫尹好月，就叫好月。 侧夫人，孩子哭了好久了，你可能还是得给他喂点。你别过来！你把他抱出去吧，我不想见他。侧夫人，不然您还是再试试吧。姑娘哭了太久了，太可怜了点。抱他出去！我照顾不了他，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我照顾不了他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他。你抱他出去吧，我求你了。 娘亲照顾你啊，都已经好几晚没睡了，让娘亲多睡一会儿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少主，来了。听人说，这郝家整日啼哭，下人们纷纷议论，说他是中邪了。我看不如把他安置到偏殿居住，以免疯癫失仪。少主，
郝家刚生产完，不便移动。我意已决。我们府上这朝中权贵经常往来，倘若他中邪的消息传了出去，我这颜面还要不要？少主不是向来都信奉张神婆吗？今日还将她请到府上，为何不让她来给郝家断断是否真的中了邪，再来做决定？郝家最近梦中惊悸，迎风落泪，而且背痛欲呕。我看他应该是病了，应该请太医来看看。行了，他诓我诓了这么久，后来呢？不是还是空欢喜一场？我们休他赶他出府已是万幸，还要怎么做？这孩子怎么整日哭个不停啊？爱我惜子，着人将这孩子送到宫中去，由嬷嬷抚养，免得吵。少主，这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你也知道，宫中抚养嬷嬷，他们不会很尽心的。六少主少时过得如何，你也是亲眼所见的，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呢？一个女儿而已，从前那2个庶出的不也是一样的处置？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要为父亲生一位让他高兴的长孙。你去外边多觅些良家子儿，悄悄抬进府来，不可声张。少主，你是要在这个时候往府上招新人？这个府上我说了算，你只要听命做事就行了。少主要新人也就罢了，不过还请不要把郝家的女儿送走。实在不行，你可以把她记在我的名下。这么多年我也无所出，我一定可以尽心尽力地将其抚养长大。等未来，可以让她作为嫡长女，风光出嫁。嫡长女，你就别在这儿痴人说梦了。你怎么会有我的孩子呢？少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你出去吧。请侧夫人禁足反思，不得擅出。夫人，查到了。原来我这么多年没有孩子，真的是因为……张神婆今日来了一趟，又拿这些给了少主房里的人，油菜籽、生地、当归、川芎，这些给夫人用的土方法都查不太出来。
之前在厨房盯了那么久，也没个所以然。问题是书现在水房了，他们把这些煮了水，给夫人泡茶用。夫人，夫人，明明就是苦的，为什么我就没有喝出来呢？初入府上时，他听说我是代川来的，喜欢喝家里的绿茶。他说要从树上摘取露水来为我泡茶。从那以后，我每天喝的茶都是他找下人准备好了的。他还说，喝茶的时候要给我加点蜂蜜，因为新川的人都是这样喝茶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新川人喝茶根本就不加蜂蜜。可是我却以为，他只是希望我喝的茶能够有一点甜，所以才想了这一招来哄我。原来真的就是哄着我。夫人，没错，一开始我是想做一个好的夫人，我只想帮他打理好外头的一切。他不希望我总往外面跑，我也听他的，就一直在这个宅子里守着。他想纳妾入府，我都忍了。那只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他，我是真的喜欢他，真的喜欢到连我自己都快没有了。只有这个家，只有这个家所有的鸡毛蒜皮，我竟然还相信了。是我不能为少主生孩子，原来这都不是真的。夫人，你不能再……夫人，这汤茶原本是这么的甜，可是为什么是苦的？那么苦。来，还说你不关心郝家呢，你等他生完孩子之后状态更差了，你跑得比谁都快。站住！干什么呀？不认识我呀？我和我夫人来，你们也来？让开！别拉倒！这不是你不能这样。把刀收起来。抱歉，吴少主、吴少夫人。
怎么了？少主不允许任何人入府探视侧夫人，但夫人知道是您二位，便让小人偷偷的出来说一声。凭什么呀？那可是刚给她生完孩子的女人，她是不是人了？行，先说正事儿。敢问姐姐，这个郝家现在怎么样了？侧夫人被关了禁闭。啊？她先是日夜啼哭，甚至害怕，不敢见孩子。其实这个现象，小人在乡野中也见过。那等重邪女子本来很爱自己的孩子，可生产过后一夜之间想要杀孩子的，抱着孩子自尽的都有。夫人也想请人来瞧瞧，但少主不肯。六侧夫人求见。何夫人，嫡长主将他的侧夫人郝家关了起来，我实在是不敢去求见川夫人，就只好来求您了。嫡长主非我所出，他的内事，我更无从智慧。我明白，是我僭越了。只是我不知道，这后宫之中，除了您，还有谁能帮我了？嫡长主薄待于他，他本就撑不下去。在杏花逃出府的时候，又发现自己怀了身孕。嫡长主一心想要个儿子，他却又偏偏生下个女儿，加上产后气郁，这样下去。只怕他，你倒是挺关心他。家里人教我，与人为友，不在登高时谄媚，不在跌重时羞首。郝家姐姐身后无人，若是连我都袖手旁观的话，她就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求夫人了！你起来。先回去吧。夫人，我累了，想歇会儿。夫人还是喜欢六少主这位侧室的。或许吧。这孩子有一颗赤诚之心。想当初我生尹征时，尚未及笄，如果能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，我也不至于。那您打算帮他吗？其实倒也不麻烦，无非就是求求主上。川夫人那边就算再不满，顶多挤兑我2句。我只是想到，我产后一直气郁，亏欠了孩子，也失了宠。与我要好的夫人，不曾关心一句。其实我不怪他们，只是人生在世，谁不会遇到难事？谁不想有人施以援手？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多担一点点的麻烦，那人情就更淡漠了。是。
太医说了，见不到真人，只能开一些疏肝解郁的药。可怎么办啊？你不进去吗？你刚才说要去太医院，是故意让我一个人去见你母亲的吧？我以为他看不见我，会好说话一些，但看来还是想错了。回头再想想办法吧。母亲刚生完我时，好像也总是哭，尤其年少的时候，看我就像看仇人一样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就是我的问题吧。嬴政，或许当年的何夫人也和郝家姐姐一样，是病了呢。真的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女子生产之后，很容易情绪不稳，就会得气郁之症。病得重了，有时候看见自己的孩子，都觉得痛苦万分。夫人心里肯定也不想这么对你，她只是病了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这不能怪她，但更不能怪你。这不是你的错。少主、侧夫人，何夫人有令，稍后会令文嬷嬷亲去一趟嫡长主府，想来见她如见何夫人，嫡长主就不能再闭门谢客了。文嬷嬷怎么突然来了？还带了他们几个人？小的也不清楚，但文嬷嬷便代表了何夫人，也不能驳了她的面子。参见嫡长主，小人受命于何夫人，要过来问一句话。自侧夫人郝家生产以来，嫡长主一直将其居在房中，这像什么话？何夫人有所不知啊，自郝家生产以来，身体尚未恢复，我便让她好好休养身体。是，但眼下流言已传到了宫里，还请嫡长主让郝家出来见见。好啊，阿宝，去请侧夫人出来见见。是。郝家姐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，一切安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如有人胁迫你，你也不用害怕。实在不行，就先到我们府上住。郡主这话什么意思？郝家是久川卓选入我府中的，没有我应允，他不能擅自离府。郡主方才所言，有蔑视我新川之嫌。原因岂改，只是郝家郡主，郡主不要担心，我真的没事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们以后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也不想再麻烦你们了，也不要再来看我。